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简直是比电视剧还要狗血。哎呀妈呀，我从业这么多年，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两岸婚姻本来就比一般婚姻复杂许多，政治啊、文化啊、家庭观念啊都有差异。但今天这个故事简直是把复杂度拉满了。话说去年初春，我接到了一位台湾客户小陈的委托。小陈是台北一家知名医院的主治医生，今年38岁，人长得斯斯文文，家境殷实，医术高明，简直是婚恋市场上的优质股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年纪有点大了，一直忙于事业，感情这方面就耽搁了。小陈告诉我，丽姐，我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另一半，最好是医护人员，可以互相理解工作性质。这样的条件，在台湾本地找对象应该不难啊。但小陈解释说，他有个特殊情况，他其实是大陆出生的，10岁才随父母移民到台湾。父亲是台上，当年在福建做生意，与母亲相识结婚后，就把家人都接到台湾定居了。虽然小陈从小在台湾长大，接受的是台式教育，但心里还是对大陆有那么一丝丝的情结，所以也不排斥与大陆女孩交往。我心想，这不是正好吗？两岸婚姻近年来越来越常见了，我手上正好有几个条件不错的大陆女孩资料，于是我给小陈推荐了几位，其中就包括了今天故事的女主角小文。小文是安徽人，32岁，在上海一家3家医院当护士长，长相甜美，性格温柔，工作能力强，人缘也好。唯一的小瑕疵就是她有轻度白血病，不过已经治疗，得很稳定，平时只需要定期复查，日常生活和工作完全没有影响。我把小文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小陈，本以为他会有所犹豫，毕竟健康问题确实是择偶时的重要考量。没想到小陈听完反而更感兴趣了。白血病啊，是急性还是慢性的？治疗方案是什么？用药情况如何？小陈一连串的专业问题把我问懵了，我只好说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要不你们见面聊聊。没想到小陈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安排吧。正好下个月我要去上海参加学术交流会，可以顺便见面。就这样，我促成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那次见面后，小陈给我发来消息，丽姐，谢谢你的介绍。小文很合我的眼缘，而且她的病情其实比我想象的要稳定许多。她现在用的治疗方案虽然在大陆算是最先进的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有更新的靶向治疗药物，可能对她的病情控制更有帮助。你看看，这医生的思维，见第一面就开始诊断了。不过这种专业上的关心，反而拉近了他们的距离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两人通过网络保持联系，小陈多次飞去上海见小文，关系迅速升温。6个月后，小陈向小文求婚了。小文当然是满心欢喜的答应了，一来是真心喜欢小陈的人品和才华，二来也确实被台湾的医疗条件所吸引。要知道，虽然大陆的医疗技术这些年突飞猛进，但在某些专科领域，特别是罕见病和慢性病的长期治疗上，台湾的确有其独特优势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举世闻名，几乎覆盖所有医疗服务，就连外籍配偶也能纳入保障范围。相比之下，大陆虽然医保覆盖面广，但报销比例和范围还是有限的。特别是对于白血病这种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，患者的经济负担相当重，台湾的医疗资源分配也更加均衡，不像大陆那样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突出。此外，台湾在血液疾病的治疗上有着独特的研究传统和临床经验，引进了许多国际前沿的治疗方法和药物。小陈所在的医院更是台湾血液肿瘤科研的重镇，拥有一流的设备和专家团队。这些客观条件加上对小陈的感情，让小文决定嫁到台湾去。两人很快办理了结婚登记，接下来就是准备婚礼和小文的赴台手续了。按照流程，小文需要在大陆这边做一系列体检，然后才能申请依亲居留赴台。体检的结果自然是显示他有白血病，但因为病情稳定，加上有小陈提供的台湾医院接收证明，移民部门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。婚礼定在台北，小文的父母和几位亲友也会一同前往参加。
大家都为这对新人感到高兴，特别是小文的父母，得知女儿嫁给台湾医生，还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条件，简直是喜出望外。闺女呀，你这次可真是找到好归宿了，嫁到台湾去，有个当医生的老公照顾你，以后的病就有救了。小文的母亲这样对她说，虽然有些心疼女儿要远嫁，但想到未来女儿的生活和健康都有了保障，父母也就释怀了。毕竟在他们看来，台湾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确实比内地要好很多。就这样，婚礼前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眼看就要到出发去台湾的日子了，小文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。起初他以为只是最近太劳累，加上紧张情绪导致的不适，就没太当回事。但随着症状加重，发热、乏力、皮下出血点增多，他意识到可能是白血病复发了。赴台前3天，小文被紧急送入医院，血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，医生的脸色立刻变了。小文，你的白细胞和血小板指标都很不正常，可能是急性发作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婚礼在即，却遭遇这样的突发状况，小文急得直哭。他立刻给远在台湾的小陈打电话，告知了病情。小陈二话不说，当晚就订了最早的航班飞到上海。到达医院后，他直接找到主治医生讨论小文的情况。作为血液科医生，小陈很快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，他需要立即进行更积极的治疗，最好能尽快转到我们医院。小陈对主治医生说，我们那边有更先进的CAR-T细胞疗法，成功率比传统化疗要高得多。CAR-T 细胞疗法是近年来血液肿瘤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将患者自身的 T 细胞取出，经过基因修饰后再回输体内，使其能够特异性识别并杀灭肿瘤细胞。这种疗法在台湾已经获得了健保给付，而在大陆虽然也有开展，但价格昂贵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。大陆的主治医生摇摇头，现在他的情况不适合长途转院，需要先稳定病情，而且按照目前的治疗方案，我们这边也能保证基本的治疗效果。两位医生各执己见，最后达成妥协，先在上海进行紧急治疗，等病情稳定后再考虑转院事宜。小陈全程陪在小文身边，寸步不离。他发挥专业优势，密切关注小文的各项指标，与主治医生讨论治疗方案，甚至亲自为小文进行骨髓穿刺。这是白血病诊疗过程中最痛苦的检查之一。疼吗？穿刺结束后，小陈心疼地问。小文摇摇头，强忍泪水，不疼，有你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但他心里却很忐忑，这样的我还值得他娶吗？病情突然恶化，婚礼肯定要推迟，各种手续也要重办，给双方家庭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他会不会后悔呢？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，小陈握住他的手，别多想，身体最重要。婚礼可以延期，手续可以重办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好好配合治疗，早日康复。小文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这一刻，他更加确信，嫁给小陈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，就在骨髓穿刺的样本送检后，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传来，检验科要求对小文和小陈进行 DNA 比对。为什么要做 DNA 比对？小陈不解地问。检验科主任神色凝重，我们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些异常，需要排除某种可能性。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？有没有可能是亲戚关系？这个问题把小陈问懵了。不可能啊，我们是通过介绍认识的，之前素不相识。我是台湾人，他是安徽人，怎么可能有亲戚关系？检验科主任欲言又止。那你们的父母有没有可能认识？特别是你们的父亲？这个问题更奇怪了。小陈完全不明白检验科主任在暗示什么，但为了尽快查明真相，他还是同意了 DNA 比对。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，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。小陈和小文的 DNA 匹配度异常的高，有 99.9% 的可能性是同 F 异母的兄妹关系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小陈激动地大喊，一定是检验出错了。检验科主任摇摇头，我们已经重复检验了3次，结果都一样。从 DNA 上看，你们很可能有直系血缘关系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，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。小文瞬间崩溃，病情急剧恶化。小陈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困惑。
如果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那他们之间的婚姻就是为 F 的，更不用说伦理道德上的谴责了。但最令人费解的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小陈明明是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，小文则是地道的安徽人，两人素不相识，怎么会有血缘关系？为了查明真相，小陈决定联系父母问个清楚。然而，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，却发现父亲的反应异常古怪，先是震惊，然后是沉默，最后竟然痛哭流涕。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认识小文的父母吗？小陈追问道。老陈长叹一口气，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坦白什么。他颤抖着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年轻时的他与一个陌生女子的合影。儿子，有些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。老陈的声音哽咽。在我们全家移民台湾之前，我在福建做生意的那段时间，的确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往事。小陈心头一震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那时候我经常往返大陆和台湾，你妈在台湾照顾年幼的你，我一个人在福建打拼。有一次去安徽谈生意，认识了一个当地姑娘，就是照片上这位。她在我投资的工厂做会计，人很聪明，也很漂亮。老陈说到这里，声音越来越低。我们有了感情，后来你外公病重，你妈带着你回台湾照顾，我就更加放纵自己，直到有一天，她告诉我怀孕了。小陈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那时候我慌了，一方面是心虚愧疚，一方面也担心事情败露会影响家庭。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台湾这边传来消息说移民手续办下来了，全家可以团聚。我就选择了逃避，给了他一笔钱，然后就切断了联系，带着你们去了台湾。所以小文就是小陈几乎不敢说出口。我不知道。老陈摇头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后来是否生下了孩子，更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在哪里。但从年龄上推算，确实有这种可能。小陈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如果老陈所言属实，那他和小文真的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。这个事实太过残酷，他无法接受。小文的父亲叫什么名字？他从小是在哪里长大的？老陈急切地问。小陈努力回忆着小文曾经提到过的家庭情况。他姓张，父亲好像是国企退休职工，一直生活在安徽。张，老陈愣住了。不对啊，那个女孩姓李，不姓张啊。这个信息给了小陈一线希望，也许 DNA 检测真的出错了，或者有其他合理解释。带着疑惑，小陈再次来到医院。这次他决定直接问小文，但见到小文的状态，他又心软了。小文因为病情和 DNA 检测的结果，已经精神崩溃，整日以泪洗面，病情也急转直下，需要更密集的治疗和心理疏导。先别告诉他，等他情况稳定了再说。主治医生建议道。小陈同意了，他决定先独自查清事实，再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难题。他想到了一个人，小文的母亲。如果有人知道真相，那一定是他。小文的父母这几天一直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，随时关注女儿的病情。小陈找了个机会，单独约见了小文的母亲张阿姨。阿姨，有件事我想向您请教。小陈斟酌着词句，您能告诉我小文的父亲是谁吗？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张阿姨一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文的父亲当然是我丈夫张叔叔啊。真的吗？小陈追问。我是说小文的亲生父亲。张阿姨脸色大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？看到张阿姨的反应，小陈知道自己猜对了。他把 DNA 检测的结果和父亲的坦白都告诉了张阿姨。听完这些，张阿姨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来，真相终究还是浮出水面了。张阿姨哽咽着说，是的，小文不是我丈夫的亲生女儿，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台商，姓陈，但这件事连小文自己都不知道。小陈心头一沉，事情似乎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。那个台商当年在安徽投资办厂，我姐姐在他的工厂做会计，两人发生了关系，我姐姐怀孕了，但那个人却一走了之，音信全无。小文出生没多久，我姐姐就去世了。临终前，她把小文托付给我和我丈夫，求我们收养她，不要告诉她身世，让她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所以，张叔叔不是小文的亲生父亲，您也不是她的亲生母亲。小陈确认道，是的，我们是她的养父母。
这些年来，我们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从未有半点区别。听到这里，小陈长舒一口气。虽然老陈确实有过婚外情，生过孩子，但那个孩子未必就是小文啊。毕竟小文是被收养的，他的亲生父亲虽然也姓陈，是台商，但天下姓陈的台商何其多。就在小陈暗自庆幸时，张阿姨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这是我姐姐和那个台商的合影，是我姐姐留给小文的唯一遗物，我一直替她保管着，等她长大后再。小陈接过照片，只看了一眼就如遭雷击。照片上的男子赫然是年轻时的老陈，疑团终于解开了，小文确实是老陈的女儿，她的亲生母亲是张阿姨的姐姐，那个在工厂做会计的李姓女子。李姓女子去世后，妹妹张阿姨和姐夫收养了小文，抚养她长大，所以小文随养父姓张，而非生母姓李。这个真相宛如晴天霹雳，小陈一时无法接受。他和小文真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他们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，是不被伦理和法律所允许的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张阿姨急得直跺脚。小文现在病成这样，如果知道真相，她会受不了的。小陈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纠结。按理说，既然知道了真相，他和小文之间的婚约就必须解除，这是法律和道德的底线。但小文现在正处于白血病急性发作期，精神状态极其脆弱。如果此时告诉他真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更让小陈纠结的是，作为医生，他深知小文目前需要最先进的治疗才有可能痊愈，而这种治疗在台湾的确比大陆更有优势，不仅技术更先进，还有健保全额给付，几乎没有经济负担。如果现在解除婚约，小文不仅要承受感情的打击，还会失去去台湾治疗的机会，这对他的生命安全是极大的威胁。但如果隐瞒真相，继续这段婚姻又会违背法律和伦理道德。两难之间，小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暂时隐瞒真相，先把小文接到台湾去，安排最好的治疗，等他病情稳定后，再坦白一切，并做出妥善安排。阿姨，请您先不要告诉小文和张叔叔这件事，小陈恳求道，让我们先集中精力治好他的病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。张阿姨虽有顾虑，但也明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救小文的命，便答应了小陈的请求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陈一方面全力协助大陆医院团队稳定小文的病情，一方面加紧办理小文赴台的相关手续。由于特殊情况，他申请了紧急医疗通道，总算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了批准。小文的情况逐渐稳定，可以进行长途转移了。在得知可以去台湾接受更好的治疗后，他的精神状态也有了明显好转。小陈，谢谢你没有抛弃我。小文感激地说，换作是别人，可能早就退婚了。这句话让小陈心如刀绞，但他只能强颜欢笑，说什么傻话，我是医生，更是你未来的丈夫，照顾你是我的责任。就这样，小文在稍微好转后被转到了台湾的医院。和大陆医院相比，台湾医院的确有它的独特优势。首先是设备和技术。小陈所在的医院是台湾顶尖的医学中心，拥有亚洲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和细胞治疗实验室。这里配备了最先进的流式细胞仪、基因测序仪等设备，能够进行精准的白血病分型和靶向治疗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三甲医院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，也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，但在某些精尖领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其次是治疗方案，台湾医院为小文制定了个性化的CAR体细胞治疗方案，这种疗法在大陆也有，但价格高达100万元人民币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，一般家庭难以承担。而在台湾，由于纳入健保给付，患者几乎没有经济负担。第三是医护团队的经验，台湾在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和临床治疗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非常高。他们对小文的病情进行了更细致的评估，调整了药物剂量，密切监控各项指标，确保治疗效果最大化，副作用最小化。第四是医疗环境，台湾医院的病房宽敞明亮，一般是双人间甚至单人间，配备独立卫浴和家属陪护床。医院的绿化和休闲空间也很完善，有助于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情。
而大陆的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问题，多人病房是常态，设施简陋，环境嘈杂，不利于患者休养。第五是医患关系。台湾医护人员普遍服务意识强，态度和蔼，会花更多时间与患者沟通，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缓解患者的焦虑。而大陆医院则常常因为就诊人数太多，导致医生超负荷工作，难以做到这一点。这一切都让小文感到惊讶和感激。他原以为大陆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了，没想到台湾在某些方面还有这么多优势，特别是全民健保的制度，让他这样的重症患者也能负担得起最先进的治疗，这在大陆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台湾的医疗条件真的这么好啊？小文感叹道，难怪那么多人想来台湾看病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应该早点来的。是啊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相当完善。小陈耐心解释，虽然台湾整体经济规模比不上大陆，但在医疗、教育、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却相当可观，特别是全民健保制度，虽然每个月都要缴纳保费，但一旦生病，几乎所有医疗费用都能报销，个人负担很少。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老百姓常说有健保真好，因为它确实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大陆不能也这样呢？小文不解地问。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小陈思考着回答。一方面是人口基数不同，台湾2000多万人口，大陆14亿人口，管理难度和财政压力完全不同。另一方面是起步阶段不同，台湾的全民健保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推行的，而大陆虽然整体 GDP 很高，但人均水平还有差距，医保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中。不过我相信，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医疗改革的深入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小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他发现自己之前对台湾的认识有些片面，受大陆媒体影响。他一直以为台湾经济落后，民生艰难，但真正来到这里才发现，虽然台湾的繁华程度比不上上海、北京等大都市，但在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民生领域，却有着相当完善的制度和设施。在台湾医院团队的精心治疗下，小文的病情逐渐好转。CAR-T 细胞疗法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，白血病细胞明显减少，各项指标趋于正常。医生预计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他有望在半年内达到完全缓解。然而，随着小文病情的好转，小陈心中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他知道，真相终究要告诉小文，而这一天正在逼近。这天，小陈独自来到医院附近的寺庙，祈求菩萨给他智慧和勇气。就在他虔诚祷告时，一位老和尚走近他。施主看起来心事重重啊。老和尚慈祥地问。也许是压抑太久，小陈竟然向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和尚倾诉了自己的烦恼，当然隐去了具体人名和身份。听完小陈的叙述，老和尚沉思良久，然后说，施主的处境确实艰难，但佛家有云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现在所面临的困境，其实是父辈种下的因，到你这一代结的果。如今你既已知晓真相，就应该勇敢面对，而非延续错误。可是，如果现在告诉他真相，他的病情可能会再度恶化，甚至有生命危险啊！小陈痛苦地说，施主想过没有，如果隐瞒真相，让他带着错误的身份和关系生活，这对他来说公平吗？老和尚反问，爱一个人不仅是给予他快乐，更要尊重他的尊严和选择权。真相或许残酷，但真正的菩萨心是帮助他面对真相，而不是替他选择逃避。老和尚的话如当头棒喝，让小陈醍醐灌顶。是啊，他一直自以为是地为小文好，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尊重他知情权和选择权。回到医院，小陈下定决心要告诉小文真相。他找了个小文精神状态好的时候，把老陈的事、DNA 检测的事以及张阿姨的证实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果然，小文听完后崩溃了，大哭不止。但出乎小陈意料的是，他并没有责怪他隐瞒真相，而是感谢他最终选择了坦白。我宁愿知道真相，哪怕它多么残酷，也不愿生活在谎言中。小文抽泣着说，而且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。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从小到大，小文就隐约感觉自己和养父母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感。
虽然养父母对他很好，但总有些话题是禁区，比如他小时候的照片为什么那么少，为什么他的长相和父母都不像等等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反而解开了他心中多年的疑惑。那我们之间？小陈小心翼翼地问。当然不能继续了。小文擦干眼泪，坚定地说，虽然我们之间有过真挚的感情，但既然知道了我们是兄妹关系，就必须画上句号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希望你能继续以兄长的身份关心我，照顾我。小文微笑着说，毕竟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小陈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紧紧握住小文的手。当然，我发誓我会用余生好好照顾你，弥补父亲的过错。就这样，小陈和小文从恋人变成了兄妹。小陈取消了婚礼，但继续负责小文的治疗，并帮他申请了台湾的特殊居留权，使他能够长期在台湾接受最好的医疗照顾。老陈得知真相后，愧疚不已，主动承担起抚养责任，拿出一大笔钱设立了医疗基金，专门用于小文的治疗和生活保障。他还亲自去安徽祭拜小文的生母，并联系了张阿姨夫妇，向他们道歉并表达感谢。张阿姨夫妇也多次来台探望小文，欣慰地看到他病情好转，生活有着落。虽然身世曝光带来了不小的震动，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半年后，小文的白血病完全缓解，他决定留在台湾，一方面是为了定期复查和维持治疗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新任的亲人父亲和哥哥共度余生。后来，在小陈的鼓励下，小文报考了台湾的护理研究所，希望通过专业学习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也为以后回大陆推广先进医疗理念做准备。至于小陈，他放下了这段感情后，更加专注于血液肿瘤的研究和治疗。他常常参加两岸医学交流活动，为推动大陆白血病治疗技术的提升做出了不小贡献。2年后，小文顺利考取研究生，毕业后在小陈的医院担任护理师，专门负责大陆来台就医的白血病患者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病友们积极治疗，也经常在网上分享台湾的医疗经验，帮助更多大陆患者了解先进治疗方案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